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问了 AI 一个问题，拿到了可以用的答案，但脑袋却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学到。恭喜你，这就是神经科学家所说的认知外包，它正在或多或少重塑你的大脑结构。今天我将告诉你如何能健康面对，避免伤害，还能在 AI 时代进化出更强的认知能力。那么认知外包呢，是将本应由大脑完成的记忆、计算、决策这些认知任务转移给外部工具。哥伦比亚大学 Sparrow 教授的研究发现，当人们知道信息可以被轻松搜索到的时候，他们对信息本身的记忆就会显著变差，但会更好的记住去哪儿找这个信息。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正在从存储硬盘的模式切换到搜索引擎模式，但这背后呢，可能有一个隐藏的代价。一个经典的类比来自于伦敦大学学院马圭奥教授团队的研究，他们发现伦敦出租车司机因为需要记忆复杂的城市路线，其海马体体积就比普通人大得多，而当他们退休不再依赖这种脑力导航之后，海马体又会发生萎缩。海马体其实就是我们大脑中负责空间记忆和导航的关键区域。这个研究完美地展示了用进废退的神经可塑性原理。当我们把寻找路线这个认知任务完全外包给 GPS 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导航系统得不到锻炼，久而久之其功能就会衰退。同理，当我们把思考问题、构建逻辑、寻找创意这些核心的认知任务外包给 AI 的时候，我们大脑中负责深度思考和决策的神经网络也面临着同样的用进废退的风险。换句话说，你平时借助 AI 省的事儿是有代价的。我们常说的 CN 执行网络，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大脑中的指挥官，负责做出判断和决策，而负责思考、探索、创新的 DMN 网络，则是你大脑中的创意车间，它在你放松的时候自动运转，产生新的点子和洞察。如果你的 CN 网络因为过度依赖 AI 而萎缩的时候，你的决策能力当然会直线下降。我的一个朋友在硅谷湾区一家搞 A/B 测试的初创公司，负责配合团队优化算法。上周回来他找我喝酒说，最近有点懵。他们 team 今年引入了某 C 打头的编程工具之后，这在2025年 Q3 那太常见了。显而易见，代码效率肯定是直线上升。但是有一次8月份，他需要从零开始自己构建一个小模块，就觉得不是那么畅快，有点发懵。我笑他说，你毕竟不是老板，也不是架构师，写代码也不动脑子了。他自己的原话是大脑肌肉抽抽了。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交流相对会开放一些，没有局限于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其实恰巧就是今天节目的一个基础和缘起。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个 AI 认知三角，帮助大家摆脱困境。但在此之前，我们先用科学家的眼光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要理解 AI 如何可能让我们变笨，我们先几句话看看 LLM 的核心事实。大语言模型本质上不是一个真理引擎，而是一个概率引擎。它给出的永远是基于海量数据统计出的最可能的答案，而不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这种机制天然就倾向于平均、主流和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它会不自觉地磨平思想中所有奇特的、个性的，其实也是最有价值的粗糙质感。我个人就感觉 AI 是一个史莱姆。当数以亿计的人都开始依赖这个标准答案生成器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认知引力场就形成了，无数源头各异的思想溪流最终都汇入了同一条波澜不惊、风平浪静的平均的河流。2023年，一项发表在 Nature 上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 AI 内容生成的一个潜在风险。当 AI 模型持续用自身生成的内容进行训练时，会因缺乏多样性而陷入模型崩溃。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互联网上的大量内容都是由 AI 生成的，而这些内容又被用来训练下一代 AI， 那 AI 产出的信息会变得越来越单调趋同，最终失去多样性和创造力，反过来再去影响人类的大脑。OK， 上面谈的主要还是 AI 自身的问题，其实真正的危险是发生在我们和这个引力场互动的瞬间。当我们习惯性的不加批判的把我们人类最宝贵的思考过程，那种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感觉外包出去，思考是痛苦的，但其实思考也充满了欢乐，不是吗？我们把它轻易的外包出去了，我们的大脑就会发生深刻的改变。这就是神经科学中最基础的用进废退原则。从神经层面讲，大脑中那些负责探索、挣扎、犯错、修正的那些活跃的神经网络连接多么的宝贵，它们会因为长期不被激活而逐渐的减弱。这个过程就是叫做长时程抑制。
而那些经常被激活的通路则会越来越强大。这个过程就长时程增强，你越是使用 AI 来跳过思考的痛苦，你的大脑就越会修剪掉这些思考的通路。哥伦比亚大学 Sperl 教授又来了，他在 Science 上的开创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心理学证据。他们发现我们的大脑确实在主动的外包记忆功能，把大脑的存储空间让渡给了外部工具。这不仅仅是记忆力的下降，更是一种认知习惯的根本改变。我们习惯了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经过痛苦的思考过程去构建答案，而这恰恰是深度学习和创新的关键。与此同时，另一项由瑞士商学院的 Michael Gerlich 教授进行的研究，调查了666名参与者，直接揭示了 AI 工具使用和认知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频繁使用 AI 工具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这种负面影响正是由认知外包行为所导致的。长期如此，我们失去的将远不是某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整个大脑独立构建复杂思想的能力，这才是脑phủ最真实的生理学含义。而当这种个体的脑phủ汇聚成一种集体趋势的时候，一个极其危险的未来就会浮现，一种基于认知能力的两极分化。未来的社会可能不再简单的由财富来划分，有一个特殊的角度是由你跟 AI 互动的方式来划分。一端是少数能驾驭 AI 保持深度思考能力的认知塑造者，另一端则是大多数依赖 AI 进行浅层处理、思想逐渐被同质化的认知消费者。我觉得您应该已经意识到问题了，当然还有挑战。面对 AI 这个最强的外部大脑，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原生大脑，你需要成为自己心智和大脑的健身教练。今天我带来的 AI 认知三角，它包括3大核心动作。第一是针对决策力的力量训练，也就是批判性思维，用来锻炼你的 C 因网络。第二是针对系统思考的耐力训练，信息整合，用来构建你的深度思考能力。以及第三是针对创造力的脑力恢复，主动离线，通过滋养你的 DMN 网络来激发创造力。那批判性思维、信息整合、主动离线这些概念你可能都听说过，但是 AI 认知三角的价值并不在于发明它们，而是在于第一次把它们整合成一个专门对抗 AI 时代认知外包陷阱的行动框架。它是一套你可以马上上手升级你大脑操作系统的方案。那么力量训练，我们先看批判性思维。浅层使用者的核心问题是无条件接受 AI 给的第一个最流畅的答案，而深度思考者则恰相反，他们会主动制造认知的摩擦。我现在给你一个具体的指令，你可以随便打开一个 AI 工具试一下。不要问他帮我写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提纲，而是这么问：请扮演我的批判性思维教练，针对我时间管理混乱的问题提出3个最尖锐、最不留情的质问，并指出我可能存在的3个认知偏差。你会发现 AI 给的答案质量就发生质变，它从一个答案机变成了你的思维加速器，这是在增强你大脑的 C 因网络的批判力。对了，我现在再追问一句，那 AI 提供的这3个质问和认知偏差，你会接受 AI 的答案吗？它跟你自身的情况真的有关吗？你有没有再追问 AI？ 有没有去挑战它？如果你明白了我的追问，你就会明白怎么跟 AI 相处，要像锻炼你的二头肌一样去锻炼你的大脑。现在暂停视频10秒，马上想一个你最近用 AI 解决的问题，当时你是否解决它？你是否接受它的第一个答案？ AI 擅长搜索和整合信息，但它并不擅长产生真正的洞见。洞见来源于将看似无关的信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重新连接起来。当然了，在2025年的10月，你可以说，老卢，你是在 AI 行业吗？你了解大模型前沿进展吗？ AI 的洞察和小灯泡的闪现，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并不是我们今天 topic 要谈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你要摆脱它，训练你自己大脑的这种洞察能力，关键是系统性整合。举个例子，比如你面对一个团队协作效率低下这样的复杂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先让 AI 帮你收集不同学科的基础信息。你跟他说，请分别从组织行为、社会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管理学这些角度列出影响团队协作的核心因素，然后你自己把手拖开键盘，看着屏幕，离线思考，你尝试去找出这些因素之间的深层联系。你会不会发现，建立信任在所有的学科都是核心？你的团队有没有一个
基于信任的协作框架。这些并不需要你天赋异禀，需要的是你训练，需要你开始锻炼和尝试。那第3点，你要主动离线，恢复性拉伸你的大脑。最高质量洞见往往不是你正襟危坐时候诞生的，而是在你大脑最放松漫游的状态时候。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大脑负责默默的思考、探索、创新的 DMN 沃尔模式网络会被激活，对于产生创造性灵感至关重要。当我们在散步、跑步、冥想、发呆的时候，正是大脑进入思考探索状态，为创造性思维提供空间的这个时刻。因此呢，最后一项训练是主动离线，这是在为你自己的思考探索提供必要的后台处理时间。哪怕你每天只有10分钟、15分钟，你要进行一次无目的的散步，或者给自己一个空闲的窗口，就已经是在为这些原创思考提供空间。新行者 Mindhackers 价值观是希望你去思考探索，更接近福奇斯，而不是整天只和罗克斯在一起。AI 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我们被取代，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自我降级。今天你看到的绝不是一个悲观的预言，而是一份行动的邀请。重建认知平衡，本质上是回到了我们新行者 Mindhackers 这个身份的核心。我们不仅用工具去丈量世界的辽阔，而且用思考去探索内心的本真。AI 不应该是我们的心魔，而应是我们踏上新旅程的最强大的那根登山杖。它正在倒逼人类完成一次前所未有的认知升级，从思考问题的生物进化为定义问题的物种。掌握 AI 认知三角就是其中的一小步。那在这个时代，积极思考、认知觉醒就是捍卫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堡垒。请您在评论区告诉我，听完 AI 认知三角，您觉得自己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一项？我非常期待您的想法，会跟您回复交流。今天的 AI 三角模型完整指南，我稍后放在评论区。对了，您有没有注意到 C 引网络其实就像指挥官，而 DMN 网络恰恰就像创造、思考、探索的新行者。如果您也认同成长始于探索和行动，请订阅新行者 Mindhackers， 让我们一起 hiking， 脚步丈量世界，思考探索内心。